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敦厚老师，很高兴再度跟大家见面。在这次的课程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以下4个小单元，分别为 Linky One 的蓝牙通讯方法、Linky One 控制智慧自走车马达的方法、智慧自走车倒车雷达的实作，以及智慧自走车避障系统的实作。学会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Linky One 的蓝牙功能，让我们可以轻松的将板子以及手机做结合。我们也可以使用 Linky One 来控制车子的马达，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基本的智慧自走车的控制，以及整合超音波的感测器来实现车子避障的功能咯。首先，在第1个小单元的部分，我们先跟大家介绍蓝牙的部分。一开始，我们需要先设定好蓝牙的名称。在这边举例来说，我们设定为 TARS。这个名称是可以随大家的喜好自由变换的。接着，在把程式烧录之后，我们开启我们的手机蓝牙功能，并且找到我们刚刚所设定的蓝牙名称。然后进行配对，配对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撰写蓝牙传输的程式了。首先，我们需要先引入我们的函式库，才能够让我们的蓝牙传输功能的指令可以使用。接着，我们利用 lbtserver.begin 来启动蓝牙的模组，然后利用 while 搭配 lbtserver.accept 5来设定蓝牙连线的时间，其中刮胡里面的5代表的是我们设定每次连线的等待时间为5秒。再过来，我们利用 LBT Server 提供的 Available 的功能来接收手机所传送过来的资料，并且用 LBT Server.read 这个指令来将资料读取出来。而在客户端中，我们则是利用 code 的指令来传输文字给 Linky One。除了接收指令，我们也可以将指令传送给 APP 客户端。在这边，我们以传送雷达感测的距离资料为例。一开始，我们先宣告好要回传的资料，接着我们利用 datastring.length 来设定传送资料的长度。然后再使用 datastring to character array 这个指令来将要传送的字串资料转换为字元的一个阵列。最后的部分，我们使用 lbtserver.write 来将我们要传送的距离资料给传送出去。而在客户端 APP 的设定方面，我们以 clock2 为例子。首先，我们要先设定一个新的 clock 来作为 timer， 并且再设定每 0.25 秒接收一次。再过来，我们初始化 send data 以及 length data。最后再设定当 timer 被启动的时候，接收传过来的资料。接下来，我们将要教大家怎么设计一个能够利用蓝牙传输，使手机能够控制 LED 灯亮灭的应用。而在手机的应用程式界面当中，我们需要设计蓝牙连线、中断连线以及点亮和熄灭 LED 灯这4个按钮。在这个范例程式当中，首先我们先用到前面所说的引入函式库。接着我们定义好蓝牙的名称之后，在 Setup 的一个区块当中，我们将蓝牙启动，以及将连线准备好。而比较特别的是，在这当中，我们设定当蓝牙在等待连线的时候，将板子上的 LED 灯闪烁3次。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蓝牙正在连线。接着在 Loop 的区块当中，我们将客户端所传送回来的资料做读取。当回传的字元为 L 的时候，我们就点亮 LED 灯。
而当回传的字元为低的时候，我们将 LED 灯熄灭。如果回传的字元为 N 的时候，我们也把 LED 灯熄灭，并且使用 lbt server 点 end 的指令，将蓝牙连线断开。之后再将蓝牙设定回等待连线的状态当中。最后我们将整个程式 delay 0.2秒之后完成整个动作。如同刚刚跟大家所说，我们在应用的 APP 程式当中会设定4种不同的按钮。这边因为我们需要按照不同的情况来设定每个按钮是否有作用，以避免使用者错误操控。因此在这边我们建立了 Button Control 的程序来控制4种按钮。而这边我们设定 Connect、Disconnect、Light 以及 Dark， 分别对应为蓝牙连线、中断连线、点亮 LED 灯以及熄灭 LED 灯这4种按钮。当程式刚启动的时候，我们设定蓝牙连线的按钮有作用，而其他则不能够操作。同时我们设定计时器的间隔为2秒，同样也是开始的时候没有作用。在蓝牙连线按钮的部分，我们使用了 List Picker 这个元件。使用者点选蓝牙连线按钮之后，会在显示列表前触发 Before Picking 的事件。这时候画面将会把所有配对好的蓝牙装置给显示出来。之后我们在选取显示列表中的蓝牙位置之后，则会触发 After Picking 的事件。这时候我们就会对选取的装置进行蓝牙连线。当连线完成之后，我们会将中断连线以及点亮 LED 灯设定是有作用的，而蓝牙连线以及熄灭 LED 灯则没有作用。接下来我们来设定点亮 LED 灯和熄灭 LED 灯的按钮。当点亮 LED 灯这个按钮被点选的时候，我们设定蓝牙客户端会传送字元 L， 然后就只让中断连线和熄灭 LED 灯这2个按钮能够使用。而同时我们也设定，当熄灭 LED 灯这个按钮被点选的时候，蓝牙客户端会传送字元 D， 并且把中断连线和点亮 LED 灯这2个按钮设定为可以操作。而当中断连线这个按钮被点选的时候，蓝牙客户端就会传送字元 N， 然后再启动计时器。前面已经有设定计时器的间隔为2秒，因此当经过2秒之后，我们就会执行计时器 timer 程式码的部分。这时候我们会将蓝牙连线断开，并且只设定蓝牙连线这个按钮为可操作。同时也将计时器关闭。这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在中断蓝牙连线的时候，需要给中断连线一个延长的时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 Linky One 不会在还没接收到资料之前就已经断线。以刚刚的范例举例来说，如果没有这边的延迟时间，会容易造成资料传输上面的不完整。因此在刚刚所提到的中断方法中，我们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延迟，再将连线断开。